在采集岩石样本时，右手不慎被毒蛇偷袭，可这场意外竟让他因祸得福，躲过了一场灭顶之灾。剧痛瞬间席卷全身，他强忍疼痛，用左手摸出手机准备求救，指尖却猛地一滑，手机直接掉进了石缝里。他来不及愤怒，更没有时间慌乱，立刻掏出匕首，咬紧牙关，伴着撕心裂肺的剧痛划开伤口。若不能将毒液尽快排出，他将必死无疑。可即便如此，他的右手还是迅速失去了知觉，蛇毒的猛烈远超他的预料，他不敢多耽搁1秒，抓起背包，必须赶在毒发前回到山林中的木屋求救，否则绝无生还的可能。医师牙关紧咬，跌跌撞撞朝着小屋狂奔，每一步都在榨干他仅剩的体力。终于在意识彻底溃散的前一刻，他拼尽全力返回了木屋。突如其来的干渴灼烧着喉咙，他抓过水壶，仰头一饮而尽，随即踉跄着栽倒在床上，胸口传来阵阵窒息般的憋闷，呼吸越来越困难，眼前的光影渐渐模糊，意识也随之缓缓沉入黑暗。恭喜你在手机电量带60，刷到末日求生剧《大地永存》。时间一晃过去了半个月，医师竟从鬼门关硬生生的熬了回来。在他昏迷的这段日子里，人类早已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，外界早已天翻地覆，而他对此一无所知。医师简单收拾一番后，便打算前往市区买些食物。可一路上静得诡异，放眼望去，竟连一辆车、一个人影都看不到。等他赶到平日人满为患的超市时，整个人彻底僵住。这里不仅空无一人，路边还躺着一具早已腐烂的尸体。他心头猛地一沉，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了？街道上停着横七竖八的车辆，杂物、垃圾凌乱的散落一地。曾经喧闹繁华的商业街死寂一片，没有行人，没有车流，没有一丝人类活动的气息。直到他看见一块军方留下的告示牌，才终于明白一切。上面赫然写着：全球烈性疫情全面爆发，美国政府暂停运作。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瞬间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。他立刻驱车赶往父母家，一边打开广播，一边心急如焚地拨打父母的电话，可听筒里只有无尽的忙音，始终无人接听。当他匆匆赶到小区时，依旧是空无一人，四周静得令人发怵。他推开门，声音颤抖着呼喊父母，回应他的只有一片死寂。桌上的食物早已发霉腐烂，他踉跄着冲向父母的卧室，一股难闻的腐臭迎面扑来，眼前的一幕让他瞬间崩溃。父亲早已没了气息，静静地躺在床上，母亲则倒在卫生间里，早已没了动静。双亲双双离世，巨大的悲痛瞬间将他淹没，泪水不受控制地汹涌而出。过了许久，他才勉强平复情绪，在后院花园里挖了一个深坑，怀着无尽的悲痛与不舍，小心翼翼地将父母的遗体安葬。埋葬双亲后，一时的精神彻底濒临崩溃。他驱车来到超市零元购，购买了一些食物与水，还顺手带走了一把猎枪和充足的子弹。他始终坚信，在这死寂的世界里，一定还有其他的幸存者。稍作准备，他便立刻驾车出发，踏上寻找同类的路途。可刚开上大桥，就发现前方的道路被彻底封死，眼前的一切荒诞的如同一场醒不来的噩梦，绝望再次将他包裹。无路可走的伊什决定前往繁华的赌城拉斯维加斯，或许在那里能遇见活人。可当他真正抵达，整座城市依旧是一片死寂，灯火彻夜通明的街道空无一人，曾经人声鼎沸的商场空空荡荡。他走上2楼热闹的游戏厅，只有无人操控的设备还在兀自运转，依旧看不到半个人影。接连的打击让他濒临崩溃，奔波了一整天。他索性走进一家5星级酒店，泡了个温泉浴，难得放纵自己，体验了一把有钱人的享受。洗完澡，他赤身来到酒吧，倒上一杯美酒，想在这末世里短暂放纵，享受片刻人生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猛地将他吓了一跳。Make mine a double。这里竟然还活着一男一女，一时瞬间窘迫至极，慌忙抓起手边的盘子遮羞。好在对方并无恶意，女人叫老白给他拿件浴袍，两人并非夫妻，只是疫情爆发前一同来此出差，偶然相识。他们能活下来，全凭身体对病毒的天生免疫。一时仍对这场浩劫一头雾水，老白便拿出此前录制的新闻播放给他看。原来一种来源未知的神秘病毒突然爆发，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全球，人类现有的疫苗毫无作用，几乎导致全人类覆灭。只有极少数像他们这样的天生免疫者侥幸存活，可即便他们活了下来，所剩的时间也早已失去了意义，至亲至爱都离他们而去，在这空荡荡的世界里孤独的苟延残喘。第二天，老白特意准备了丰盛的牛排，希望伊什能留下一起作伴，却被伊什当场拒绝。餐桌上的气氛瞬间凝固，女人神色悲伤，默默起身离开了餐桌。伊什坚信世界这么大，一定还有别的幸存者。女人和老白早已接受了现实。老白再
再次挽留医师，说他们只想在电力耗尽、食物吃完之前尽情享受最后的时光，然后一同奔赴死亡，去寻找逝去的亲人，结束这无尽的孤独与痛苦。医师立刻反驳，光是拉斯维加斯的物资就足够他们活上10年。老白却只平静地回了一句 When you've lost the only things you ever cared about, why would living feel better than dying?医师找到独自哭泣的女人，说可以带她一起离开，去寻找新的希望，却被对方一口回绝。他只想在这里安静度过最后的日子。医师终究还是婉拒了他们的挽留，转身离开。可他刚走出酒吧，身后便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响，医师彻底崩溃，巨大的自责将他深深吞没。他认定是自己的固执与拒绝，逼得两人提前走向了死亡。他开始疯狂飙车，仿佛想用这种方式自我毁灭。就在这时，马路中央突然窜出一只流浪，医师猛地踩死刹车，车子在离小狗不足1米的地方堪堪停下。 How fucking lucky are you? 看着眼前这只弱小又温顺的小狗，医师冰冷麻木的心终于被轻轻触动，他决定收养它。这只狗也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，也让他重新找回了活下去的理由。医师驾车返回故乡的小镇，他不再逃避，而是选择直面现实，在这里重新开始。他走进图书馆，借走了所有生存类的书籍，系统的学习末世技能。接下来的1年，医师与小狗相依为命，他靠着自给自足活了下来，可他的内心却被无边的孤独一点点吞噬，再次陷入深深的绝望，几乎再也振作不起来。就在他快要被黑暗彻底淹没时，一幕景象让他浑身一震。远处的烟囱里正缓缓升起一缕袅袅炊烟，他死寂已久的心在这一刻重新燃起了微弱却滚烫的希望。